大前王朝版图上最偏远的费县福营县，前任县令听闻大旱当至，卷走库房所有赈灾粮款，连夜跑路，留下一城恶殍。新任县令陆晨刚到县衙，便被眼前的惨状吓得心悸猝死。而此时，一个来自现代的顶尖高级建筑工程师灵魂再次悄然苏醒。大人，县令大人，你可算醒了！你要是再不醒，外头的几千口饥民怕是要把这县衙生吞活剥了呀！吵死了，闭嘴！大人，县衙外的灾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开始啃树皮吃观音土了。再这么下去，今晚就要发生民变了。带我去粮仓看看。丁，检测到宿主灵魂波段稳定，万界文明基建系统绑定成功。系统宗旨：为万世开太平。只要宿主做出提升百姓幸福度、推动文明发展的行为，即可获得功德值。功德值可升级系统空间，兑换现代万物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正面临极端生存危机，特此发放新手大礼包，是否开启？开启。恭喜宿主获得东北五常大米10吨。超级杂交杠焊土豆原种1000斤，初级智能建筑机器人2名，已自动伪装为古代黄金熊舍，物品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在绝对隐蔽的物理空间内提取。老李，谁告诉你粮仓里没粮的？大人您就别说笑了，这耗子进去都要含着眼泪出来。神仙显灵了，这是献粮，这是献粮啊！少废话！立刻去把县衙所有还能动弹的衙卫给我叫来，在县衙门口架起5口大锅，烧水施粥。遵命，青天大老爷，您就是活菩萨啊！排好队，谁敢拥挤闹事，直接打断腿，取消领粮资格。多谢县令大人救命之恩，青天大老爷！丁，拯救濒死饥民1250人，百姓幸福度微量提升，获得功德值1商城已激活，当前可用功德值1250点，商城1级已开放，可兑换水泥配方、现代砖窑图纸、基础消炎药等。区一个废县算什么？老子既然来了，就要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一座连神明都要惊叹的现代钢铁堡垒。大人，库里的鲜粮省着点吃，刚好够支撑全县人1个月的口粮了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光靠施粥，只会养出一群等死的懒汉。去，把城里所有15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青壮年，不管男女，全部给我召集到城外的荒地去。大人，您这是要以工代征。从今天起，县衙停止无偿施粥，想吃饱饭就得给我干活。哼！此乃本官从海外仙山求得的仙种，名为土豆。此物不挑土地，极度耐旱，只要种下去，配合本官的仙法，半个月内便可丰收。今日颁布新政，凡参与开荒种地者，不仅管1日3餐干饭，凡产出的土豆，官府只收2成，余下8成皆归尔等所有。这灰扑扑的泥疙瘩真能当粮食吃？官府只收2成税，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？以前那些狗官可是要收7成的呀！管他呢！县令大人救了咱们的命，就算种出来是毒药，老汉我也认了。系统消耗1000功德值，兑换初级植物生长加速液。天爷呀，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！大丰收！就算是在江南水乡，也从未听说过亩产5000斤的粮食啊！
势有了，接下来就该让这破烂的县城脱胎换骨了。要想大搞基建，就必须低调，绝不能让京城那些贪官污吏和世家大族盯上这里。臣服营县令陆沉气血顿首，拜奏陛下。处理：臣至服营所见之处，恶殍遍野，白骨露于野，全县百姓皆以观音土充饥。臣听闻朝廷欲派钦差前来巡视，臣万死恳请陛下收回城面。服营县已成死地，钦差若来，恐突然饿死于半路。老李，大人，卑职在。用800里加急，把这份折子递交京城。另外，拿着这些图纸，去城西的山脚下，带上1000青壮言，按照图纸上的样式，给我建10座高炉。大人，咱们既然有粮了，不该先修缮房屋吗？建这些大火炉做甚？修房屋？泥巴草房有什么好修的？马上就要入冬了，木头泥巴挡不住寒风。我要用这些火炉烧出一种名为水泥的神物。我要让福营县的城墙比金刚还要坚硬。我要让福营县的道路下雨不带泥，平整如铜镜。老李，大钱的乱世要来了，咱们关起门来闷声建天堂。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，一场席卷整个大前朝堂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。国库空虚，北方大旱，江南水灾。朕要你们拿出赈灾的银子，你们就给朕哭穷。赵太师，你名下的良田万顷，难道连1万担粮食都凑不出来吗？陛下明鉴啊！老臣那些田地今年也遭了虫灾，颗粒无收。老臣一家老小，如今也是勒紧裤腰带度日。依老臣看，不如加征剿匪税，以解国库燃眉之急。退朝。陛下，夜深了，喝碗参汤吧。朕喝不下。地方上可有新的奏折递上来？有，是福营县的800里加急。新任县令是前不久因为冲撞了赵泰山，被贬谪出京的翰林编修陆沉。这是他刚上任1个月递来的气血启安折。臣至福营，所见之地恶殍遍野，钦差若来，恐连一口树皮都啃不到，突然饿死于半路。臣誓与福营共存亡，唯愿陛下圣安，切勿派人前来。混账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骄！好一个誓与福营共存亡，好一个突然饿死在半路！陛下，这陆县令字字泣血，描述福营县惨状，似乎确有其事。您为何如此动怒？你懂什么？他这是在欲盖弥彰。福营县历来穷困不减，但哪有地方官上奏折，千方百计阻挠朝廷派人去视察的？这字里行间看似在诉苦，实则是在警告朕别派人来查我。朕前脚刚查出前任县令贪墨跑路，他陆沉后脚就到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和前任县令沆瀣一气，把剩下的油水瓜分了？哼！现在怕朝廷派人去查账，才故意把福营县描绘成活人勿近的人间地狱。陛下，那要不要下旨，直接将此人捉拿进京问罪？不，白纸，去准备2套寻常商贾的衣服，再挑10个绝对忠诚的内卫，乔装打扮。陛下，您这是要……朕要微服私访，朕倒要亲自去看看他陆沉的福营县是不是真的连一口树皮都没了。若是让朕查出他贪墨了1两银子，朕要亲自砍下他的脑袋，挂在午门上以儆效尤。对外宣称朕染了风寒，需闭关休养半月，任何人不得惊扰。是。陆眠，你给朕洗干脖子等着。
于搞出来了！有了这玩意儿，基建大业正式起飞。从京城到福营县，足足800里之遥。女帝洛清寒化名洛掌柜微服私访，这已是离京第7日，沿途乱象横生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在我心中，这一切的罪魁首，皆是那个贪墨赈灾款、谎报灾情的福营县令陆晨。主子受惊，属下万死。无碍，继续赶路。主子，前面翻过那座黑风岭，就是福营县地界了。据说那黑风岭常年有山匪出没，加上福营县大饥荒，属下担心会有暴民拦截。主子千万当心。暴民？我倒要看看他陆晨治下的福营县到底变成了怎样的人间面云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兵器出鞘，若遇阻拦，阁下无论。这是什么路？欢迎来到福营县经济开发区，外来商队请配合检查，缴纳道路养护费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竟敢在此设卡拦截商旅，强收买路财！福营县的县令就是这么纵容手下为非作歹的吗？这位女侠，外地来的吧？火气这么大作甚？咱们陆大人说了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这条水泥大道是我们全县老百姓日夜赶工，用血汗浇筑出来的。从这里一直通到县城，足足20里。哪怕是下暴雨，车轱辘都不带沾一点泥星子的。你们商队走咱们这路，不仅不毁车，还能节省大半天的脚程，少受多少罪？收你们1辆马车2文钱的道路养护费，用于日后的修缮，怎么就成买路财了？看，这是发票，咱们陆大人定下的规矩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概不议价。你要是觉得贵，大可以掉头，从旁边那条泥巴路绕着走。水泥大道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主子，咱们硬闯吗？不，给他，咱们按规矩进城。好嘞！祝各位贵客在福营县吃好玩好，投资发财，放行！这哪里是人间炼狱，这分明是世外桃源。主子小心，有不明凶兽靠近。稳住，保护主子！前面的人闪开，靠边停车！妖孽受死！我操，你这娘们怎么乱砍人？雷法，你是道门天师！住手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啊！你们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这条是机动车专用快速路，马车只能走右侧辅道。你们这不仅是违章逆行，还涉嫌危险驾驶。要是真撞上了，我这新买的车刮花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你就是福营县令陆晨哟，你认识本官？哎呀，原来是京城来的贵客，失敬失敬。看这位小姐的气质，非富即贵，身后还带着这么多保镖，想必是听说了咱们福营县经济开发区的威名，特地来考察投资环境的吧？不错落，乃京城商贾。听闻福营县近来颇有奇观，没想到考要地界，就差点被陆大人这只黑铁怪兽给撞了。误会全都是误会。骆掌柜远道而来，那就是咱们福阴县的财神爷。刚才多有得罪，本官给骆掌柜赔个不是。既然是来考察商业环境的，那骆掌柜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。我敢保证，这福阴县里有的东西，放眼整个大钱，你绝对找不出第二家。别说你这小小尊贵的京城商府，就算是当朝皇帝老儿来了，也得被本官的产业迷得挪不开眼。陆大人好大的口气！既然如此，那骆某倒要好好见识见识，这福营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间仙境。没问题，骆老板大气。各位跟紧本官的尾灯，为了表达歉意，今晚本官做东，给骆老板安排咱们福营县最高规格的接待，福营县5星级快捷酒店总统套房走起。5星级快捷酒店总统套房。主子，您看那些窗户，琉璃，全都是纯净无瑕的琉璃，也奢侈的嵌了一整块巨大的无瑕琉璃。骆老板到了，这就是咱们福营县目前最高端的下榻之作。
给骆老板开一间顶楼的总统套房，剩下的兄弟全部安排在2楼的豪华标间。今天所有的消费记在本官账上。有刺客！哎呦我去，白女侠，你这动不动就拔刀的毛病得改改啊！这是咱们县特产的声控夜明珠，不用点火，听声音就能亮，高科技懂不懂？声控夜明珠。来，骆老板，别客气，进来参观一下。这是客厅，这沙发是真皮的，随便坐。重头戏在卧室，这是咱们酒店的特色席梦师大床。骆老板赶了一天路，肯定骨头都快散草了吧？你坐上去试试。上课。这就上课了，更绝的还在后头呢。骆老板，这叫洗手间，看到那个白色的陶瓷没？这叫抽水马桶。以后出宫不用去外面的旱厕，坐在这上面解决就行。完事了按一下这个按钮。大人，您用如此洁白无瑕的极品官窑瓷器装污秽之物。这是太阳能热水器连着的淋浴，向左拧是热水，向右拧是冷水。骆老板，洗去一身风尘，咱们稍后在大堂会合。本官带你去咱们福营县的美食城，尝尝真正的人间美味。主子，咱们是不是误入了神仙洞府？这根本不是凡间该有的东西啊！备水，我要沐浴。骆老板洗完了，气色不错嘛。走，带你去长长见识，吃顿你这辈子都没吃过的火锅。骆老板，走着，今天带你吃点刺激的。大前皇朝虽有水煮菜，却只吃羹，清汤寡水，连盐都放得极为吝啬。这等红油翻滚的吃法，可谓闻所未闻。陆大人，这是何物？看起来像是牛肉。好眼力，这是极品雪花肥牛。大胆！大前律法，私宰耕牛乃是死罪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竟敢知法犯法！白女侠又激动了不是？本官这是正经的牛肉，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从海外引进而来的专有品种，只长肉不干活，专门用来吃的。你们京城人就是死板，不知道什么叫养殖业转型升级。水！来，喝口这个压压惊。陆大人，这福营县当真是卧虎藏龙，不仅有那平整如镜的道路，能自动发光的夜明珠，还有这等绝世美味。骆某走南闯北，也算见多识广，却从未见过如此繁华之奇景。骆老板过奖了，基本操作谬赞。只是陆大人有如此惊世之才，这福营县的富庶也远超朝廷卷宗上的记载。你为何要向朝廷频频哭穷？你瞒报实情，私自大兴土木，打造这等连京城都望尘莫及的产业，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野心？野心？野心？骆老板，你太高看本官了。我陆晨最大的野心就是在这乱世里打造一个舒舒服服的桃花源，天天吃着火锅唱着歌，赚点小钱睡个好觉。至于瞒报实情，骆老板是个聪明人，难道不懂树招风的道理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将这福营县献给朝廷，造福天下，当今圣上定会重重赏赐于你，封侯拜相也未可知，你又何惧树大招风？献给朝廷，指望当今圣上？骆老板，你是真不懂朝堂，还是搁这装糊涂呢？当今朝堂，赵太师等世家大族只手遮天，满朝文武皆是吸血的蛀虫。至于那位女帝，当今圣上如何？空有抱负，却是个被架空的穷光蛋。听说那女帝整天为了几两银子，在太极殿上跟群臣吵架，抠搜的连后宫的探探钱都要克扣。我要是把这福营县的产业上报，第二天，赵太师那帮恶狼就会带着圣旨过来，把我这红砖厂、水泥厂、玻璃厂全给抄了去，充盈他们自己的腰包。那女帝连自己手下的兵都管不住，她护得住我？我把产业交给她，那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所以啊，骆老板，别管那些朝堂上的破事儿。你既然有钱，不如投在本官的福营县。我看你这气质，做个天使投资人绝对没问题。咱们5-5分账，我保证你在3年内赚到连大钱国库都眼红的银子，如何？好啊，既然陆大人如此有诚意，那骆某就好好考察考察大人的产业，只盼大人日后莫要后悔今日这番坦诚。骆老板，火锅吃出了一身汗，
接下来咱们去放松放松，顺便让你看看本官为你准备的终极商业蓝图。娱乐城，莫非是勾栏瓦瑟？白女侠，收起你那龌龊的思想，本官这里可是正规的高雅艺术殿堂。骆老板，看好了，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稍微颠覆一下你的认知，准备好迎接新世界了吗？什么妖法？这是何方神仙界？陆晨，这画中之景究竟是幻术，还是真实存在的仙界？这不是幻术，也不是仙界，这就是我陆晨的商业蓝图，我称之为天下大同的未来。骆老板，只要钱管够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和材料，我能把画里这些摩天大楼、收割机，甚至那列高铁，在大钱土地上造出来。怎么样？我这个项目值得你下重金投资吗？值得，千金万金，倾国之力都值得。陆晨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哪怕是绑，朕也要把你绑上大钱的朝堂，让你给朕当丞相、当国师，把这些钢铁巨兽全都给朕造出来。大哥，查清楚了，这福营县根本不是什么废县，简直就是聚宝盆，满街的琉璃窗户，平得像镜子一样的石头路，还有各种见都没见过的鲜粮。那县衙的粮仓里堆满了白花花的极品大米。好一个陆晨，竟敢在太师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，私吞了这么大的惊天财富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把消息传回京城？传，立刻飞鸽传书给太师大人。另外，通知潜伏在黑风岭的3000私兵营，既然陆晨向朝廷报了荒灾死县，那这座县城就算被暴民屠了，朝廷也不会过问。等太师大人的密道引兵屠城，咱把所有的琉璃、鲜粮和秘方全部抢光。至于那个陆晨，乱棍打死，就地掩埋。这京城来的富婆看起来已经被震傻了，待会儿得好好琢磨个借口，从她手里多忽悠点启动资金出来。贪婪的群狼已在暗中张开血盆大口，在这片被上报为废县的土地上，大钱王朝的冷兵器即将与现代工业文明迎来第一次爆裂的正面中锋。骆老板，这油条配豆浆的味道如何？比起你们京城的山珍海味，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？尚可。滴滴滴，系统最高级别色警报，警告！雷达探测到福营县北侧10里外出现大规模武装力量快速逼近，人数预估3200人，装备分析重型扎甲、连弩、工程云梯，判定为高威胁度敌对军队。3000全副武装的甲士，在这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灾年，哪儿来的正规军？陆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别紧张，这不是妖法，这是咱们县的最高战备警报。骆老板，你们这几天可能要待在酒店里，不能出门了。外面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数量不少。等本官去把这群乱扔垃圾的盲流子清理干净，再回来陪你们吃午饭。白芷，我们去城墙看看。所有非战斗人员、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，立刻戴好防毒面具，有序进入地下防空洞及扎营避难所。第1、第2民兵大队3分钟内到北门城墙集合。这是何等恐怖的凝聚力和训练素养！黑虎卫，赵太师的私军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们是冲着福营县的财富来的，他们要屠城。传朕旨意，你立刻持玉玺出城。若是黑虎卫敢动福营县一草一毛，就告诉他们，大前皇帝在此，诛他们9族。哼。我说骆老板，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还诛人家9族？陆晨，你快跑！那不是普通的山匪，那是当朝赵太师的黑虎卫，是武装到牙齿的重甲正规军。你这城墙挡不住他们的。
一旦破城，你必死无疑。你快走，我有办法拖住他们。跑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跑这个字。什么狗屁黑虎卫、白虎卫，敢来我的地盘上搞强拆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留下买路财。全体福英县县管大队听令，把咱们给贵客准备的烟花全都推出来。今天本官就给骆老板还有城外这群土鳖好好上一课，什么叫时代变了。真是一群蠢货，连城墙都不会修，竟然只修了这么点高，连云梯都用不上，钩索一抛就能爬上去。传太师密令，福英县令陆晨私吞赈灾粮饷，勾结暴民，黑虎卫替天行道，全军听令，攻城！破城之后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个不留。城中财物，任尔等取之。陆晨，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。急什么？让水炮飞一会儿。城管大队，水炮车组，给我把水压调到最大，360度无死角，开罚。遵命。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放箭！给我用连弩射死城墙上的人！想放箭？问过我手里的瓦斯了吗？全体佩戴防毒面具，防爆掷弹筒，3发急速射，放！我的眼睛瞎了！这烟有毒！救命！我喘不上气了！太师救命！主子，那白烟难道是传说中苗疆的万毒瘴？陆大人他到底是人是鬼？陆大人，他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快收起神通吧。收起神通？骆老板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这群人是来屠城的。如果今天我手里没有这些家伙，你猜咱们福英县现在会是什么下场？他们会听你的求饶吗？犯我福英者，虽远必诛。更何况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让这群古代盲流子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钢铁巨兽！开城门，挖掘机、推土机，给老子碾碎他们！妖兽，黄色的钢铁妖兽出笼了，快跑啊！骆老板，刚才没吓到你吧？我就说这福英县的安保系统非常完善，你现在相信把钱投给我绝对有安全保障了吧？陆晨，你简直是个怪物！骆老板，看到没？这叫什么？这叫送上门的人口红利！我正愁修建福县2环高架交缺苦力呢，这帮重甲步兵各身强体壮，简直是完美的搬砖圣体啊！把那个领头的给我带过来。说吧，你们是哪部分盲流子？跑我福英县来撒什么野？姓陆的，你休要猖狂！你就算有妖法护身又如何？我们乃是当朝赵太师麾下的黑虎卫。实话告诉你，太师大人已经封锁了京城的鬼旅地，此刻恐怕只知道被太师的人控制在深宫之中了。只要太师拿到传国玉玺，不日便可黄袍加身，登基称帝。到时候大钱100万，雄狮压境，你这小小的福英县，连同你这些妖铁鸽子，统统都要灰飞烟灭！放下乱臣贼子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诅咒圣上！白女侠，冷静点，别弄脏了我的水泥路。不是，人家太师造反，你们俩京城来的商人激动个什么劲儿？难道你们的产业被太师给查封了？赵太师封锁了9门，主子，我们必须立刻赶回京城，来不及了。800里路程，我们就算骑快马，也要3天3夜。到了京城，面对那高耸的城墙和太师的叛军，我们就凭2个人如何杀得进去？骆老板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正经人，卖艺不卖身的。陆晨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，你搁哪儿高仿的传国玉玺啊？这玩意儿在古代可是要杀头的，你这造假技术也太逼真了吧？这不是高仿，陆大人，站在你面前的乃是大前皇朝至高无上的主宰，当今横韩，你还不下跪接驾？你真不是骆掌柜，你是皇帝老儿，不对，女帝。朕就是你口中那个连兵都管不住的穷光蛋，陆晨。朕不怪你之前的欺君之罪，如今国难当头，赵太师谋逆，大窃江山危在旦夕。朕命令你，不，朕求你，立刻集结你手中所有的钢铁巨兽，随朕入京请王。只要你能帮朕平定叛乱，朕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，哪怕你要这大钱的1半江山，朕也给你。丁，触发终极隐藏主线任务，平定赵丞相叛乱，并将福英县的现代化基建模式推广至全国。任务奖励：开启现代热武器兑换图纸、高铁建设模块、航空母舰设计图等。
福营县全体城管大队队听令，放弃所有基建任务，立刻回城换装，去系统仓库把老子昨天晚上刚兑换的10辆东风猛士重型越野车全给我开出来！挖掘机开道，水炮车断后。陛下，早说你是个穷光道不就行了，装什么富婆呢？坐稳了，臣这就带你去把京城那帮蛀虫的祖坟给扬了。陛下，系好安全带，戴上降噪耳机。接下来，臣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浮营速度。这铁疙瘩真能日行800里？日行800里，陛下，你也太瞧不起我这台拥有600匹马力的猛兽了。出发，目标大前京城九门提督府，给老子平推过去！太快了，这速度比我全力施展轻功还要快上10倍不止。搜，给老夫掘地3尺也要把那个小贱人找出来。洛清寒的贱人肯定还在城里，找到他，逼他交出传国玉玺。若是熬不到，今晚子时，老夫便直接祭天登基。太师，谋朝篡位，你不得好死！陛下一定会天降神兵，诛灭尔等九族。天降神兵！如今整个京城都在老夫的手中，九门紧闭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谁能来救你们？那个废物女帝吗？还是那些被老夫踩在脚底下的泥腿子？大前的天下，从今天起姓赵。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！哦，太师，南门来了好大一群怪物，他们眼睛冒着能刺瞎人眼的强光，发出震天动地的雷鸣，正朝着南门冲杀过来。荒谬！哪儿来的怪物？京城南门乃是金刚保姆的万金闸门，城墙高耸，就算是10万大军也休想在1天之内攻破。立刻调集床弩，给老夫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射成刺猬。减速？减个屁！1号推土车，把油门给我踩进油箱里，直接给老子把门撞开。城管大队，催泪弹准备洗地。城门破了。赵太师，你爷爷我开着推土机来给你修坟了。大前女帝在此，所有叛军立刻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蹲下，否则通通碾成肉泥。朕的大前还轮不到一个乱臣贼子来做主。陛下，是陛下回来了，天佑大前！陛下万岁万岁！不可能，你明明还在去南方的路上，怎么可能在半日之内飞回京城？妖术，这一定是障眼法！弓箭手，给老夫放箭，射死这个妖女，射碎那些铁疙瘩！陛下小心！赵老狗，时代变了，你那套冷兵器玩卷该淘汰了。兄弟们，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土猎上点强度！闭眼，捂耳朵。那是什么暗器？快躲开！城管大队清场，抓活的。陛下，穿龙袍，你这气质也不搭呀。老家伙，叛贼已全部拿下，这朝堂您该升座了。传朕旨意，乱臣贼子赵氏一党谋朝篡位，罪无可恕，诛九族，家产全部充公。此战，朕今日能平定叛乱，全靠福营县令陆晨以及他带来的神兵利器。福营县令陆晨救驾有功，经世之才天下无双。即日起，封陆晨为大前一字并肩王，兼任全国大同新政总设计师，赐金牌令箭，谏官大3级，统领全国工部户部之运转。参见并肩王。丁，平定叛乱，奖励功德值1000万点已到账。系统商城 LF4 最高权限已解锁，新主线已更新，请宿主利用系统和朝廷资源，在33年内完成大前王朝的全面工业化升级，打造真正的日不落现代化帝国。100万功德值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陆晨，谢谢你。打住！咱们可是签了口头协议的，我可是来当大前的总包工头的。你刚才抄了赵老狗的家，这笔钱加上国库里的银子，全部得拨给我当工程启动资金。朕答应你的，绝不食言。整个大前的国库，从今往后你随便调取。不仅是国库，若是陆大人能把你在影音赋里让朕看过的档件出来，朕也不是不能考虑，把朕自己也作为奖励追加给你。这霸道女总裁怎么还带资进组，强行倒贴的？赵太师一党覆灭，女帝皇权稳固，大前一字并肩王陆晨散尽100万系统功德与国库资金，
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。一炮轰平雪山，30万大军自此编入修路大军。这就是陆神耗时1年，动用30万匈奴劳工，凿穿了8座大山才修成的大前1号线。没错，从京城直达福英县特区，以前骑快马要跑断腿，现在只要坐上去喝几杯茶，睡个午觉，4个时辰就能抵达。陛下，请上车，体验一下属于大前的速度。你做到了。基本操作物六，主要是咱们大前的百姓勤劳肯干，加上陛下你这个大 boss 全力支持，这项目才能推进的这么快。陆晨，朕的江山你已经帮朕打造的坚不可摧，富甲天下了。那3年前在玉书府朕说过的奖励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？必奖励的事好说好说，不过在这之前，臣还有最后一个绝密工程没有完工，等那个工程落地之日，就是咱们正式验收奖励之时。哦，整个大前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还有什么工程是连朕都不知道的绝密？保密，我保证，那将是震惊整个大前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诗级奇观。好，那朕就拭目以待。大前的子民并不知道，他们那位如同神明般的并肩王，此刻正在暗中筹谋一场足以让历史长河为之断流的世纪大婚。你们说，王爷到底造了个什么神物？我听里面干过活的表舅的二大爷说，那里面是一艘能飞上天的钢铁巨船。放屁！我听说是造了一座能直通天庭的神桥。王爷可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这是要接咱们女帝陛下回天庭呢。陆晨这家伙神神秘秘的瞒了朕整整1年，连朕的暗卫都渗透不进这个工地。今日若是不能给朕一个惊喜，朕非扣他半年的升旗快不可。陛下，时辰已到，并肩王传讯，请陛下下令揭幕。大前子民们，今日朕与尔等共振奇迹，揭幕。这就是陆大人的绝密工程。大前的子民们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本王向你们隆重介绍，这是本王耗时365个日夜，动用100万吨超级钢材和特种玻璃，为咱们大前打造的帝国新地标——大前星空双子塔，全高399米，整整100层。从今往后，这里将是大前全国的商业中心、科技中心。大前将正式跨入摩天大楼时代。并肩王万岁，女帝万岁！神迹啊！这是真正的神迹！陛下，在下面看有什么意思？走，臣带你去这天底下最高的地方，看一看咱们共同打下的赛博江山。陛下，准备好起飞了吗？太美了。清寒，3年前我刚来到这个世界，你带人杀进我的福营县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3年后，咱们把那些吸血的世家骨灰都给扬了，把这大前的江山建成了天底下最繁华的盛世。你说过，如果我建成了大同盛世，就把你自己作为奖励追加给我。现在工程已经全部验收合格，尾款可以结了吗？大前星空双子塔为证，10万无人机为媒。陛下，你愿意做我陆晨的妻子，在这个新世界里陪我一起看着万家灯火吗？我愿意，陆晨，我愿意。不仅是这大秦的江山，我洛清寒的生生世世全都被你承包了。丁，恭喜宿主，
终极主线任务已全部圆满完成，大前王朝已全面步入现代文明社会，百姓幸福指数已达满级，解锁成就基建狂魔位面之主，系统将进入永续守护模式。祝宿主与女帝盛世永昌，白头偕老。爸爸，我们从海滨别墅度假回来啦，大飞机好快哦！那当然，这可是你爹我造的大飞机。老公，你说我们大钱的未来还会是什么样子？